子小鬼抬元宝，一只抬进门，通杀。7点，天门第1府，庄家第3府。你刚才就被这大哥骗了钱啊？就是他，他是我们这有名的恶人。你输了，是个对子。什么对的不对的？你看清楚，这张牌是10点，这张牌是11点，是你输了。你赖个啥呢？你赖个！哎，点子大就赢，点子小就输，也没有天杠地杠是吗？谁敢说不是？兄弟，你们关外都是这么玩牌的吗？这规矩我可没听说过。规矩，关外的规矩就是关外人一定会赢。识相的把你的手拿开，不然掰断你的指头。你看。按照你们关外的规矩，是你脑袋硬，还是我子弹硬？怎么？我是厦大，有种你就开枪，开！你猜我敢不敢？赌吗？我赌你不敢，你不敢。诸位，帮庄还是帮闲？再不下注，我就扣班机了。2。哎，李家大少爷，你让我等得好苦啊！他们跟我说你在这儿。苏小姐，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这是我当地的好朋友，武兄，他对宁古塔的事儿熟得很。我在这儿的马场买了300匹马，需要运到中原。古先生有什么好办法？买马，为什么要来这里啊？要是论耐力，穿马、颠马都挺好。难道你要买的是军马？还不知尊驾是谁呢？我敢说，你敢听吗？这个雇大船从海路上走便是。这马要运到南边儿，坐海船起飞越走越远。马运到南边，你是？我怎么？武先生怕了可以先走。你是反贼，我是流民，没什么好怕的。顾兄，你不是想帮那对母子吗？苏小姐能走了，你跟那孩子自然也能走，帮他就帮你呢。
还不知道苏小姐具体要把这些马运到哪儿。只要出了城，其他事儿不用你管。行吧，那容我想想办法。等一下。 辛苦谷先生。苏小姐，你不怕他告密啊？要不是我给他开门，他早被打成筛子了。这个人是个聪明人。 这些俄国人，枪炮造的当真好。若是把他们弄到大清来造枪造炮，岂不是大发利市？眼下南方战事吃紧，连买枪炮都难，更别提造枪造炮了。说到底，你们李家还是生意人，你跟着反贼倒也不怕。我当然怕呀。 幸好我来之前，我爹跟我讲了你的身份，不然我做梦也想不到，还有你这样的漂亮女人做反贼。还有件事我也很纳闷，我爹那种树上掉下来片树叶都怕砸脑袋的人，怎么会和苏小姐认识？那是因为你们家连号遍及长江南北，全靠我护着。长江以南也许你家做生意，你说他胆子小，哼。 商人见了钱，胆子比天还大。哎，你那朋友该到了吧？苏小姐在吗？谷兄，进来吧。进来，进来。坐。 有主意了？啊，主意倒是有了，不过咱们得先说定了。你讲，能答应的我自然答应。出宁古塔或许是有办法，只是出了城以后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自然有办法。这可不行。 你得给我指一条踏实的路。你这300匹战马，出了城以后，过哪个关卡都不容易。再说了，我还带着个孩子，我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把小命给丢了，是吧？哎呀，谷兄，我看你这就是害怕。我九死一生来到宁古塔，死我倒不怕，只是家中还有老母和兄弟，我不能因为伙同你们。 而连累到他们，你得让我信你。给他。辽阳卫的守将是我们的人，他已经给我们准备好关防。我们出山海关入直隶，下山东，坐船回南。哦，如此便好。 谷先生不如同我一同回南，比留在中原要好得多。我不做反贼，这2个字很吓人吗？你宁可在这当奴才，也不肯为我效力。人各有志嘛。谷兄，你现在是个留人身份，谁敢收留你？谁敢保你？你想读书考不了功名。 想做买卖，你连个籍贯都没有。你现在这样，你敢回家吗？
天地之大，无处存身。这话见得明白。回到中原做个黑人，担惊受怕的活着，值吗？实不相瞒，高堂老母体弱多病，我若在这里一直待下去，怕是都没办法见她最后一面了。当年我在考场受辱，我的冤情也得查清楚。大丈夫岂能空劳于此啊？若苏小姐此次可以帮忙，我古平原定当结草衔环以报。好，古先生这句话我收下了。一点见面礼，留着防身。哎，李青少爷，你还未成亲吧？那自然是没有。那便好，咱们宁古塔的姑娘们可够劲儿，不成个亲再回去，太可惜了。你这说什么酒话？妙计呀！来，随我进城，给你挑个好的。为什么非得是我呀？不是你5省连号的李清大少爷，谁用得了那么大排场啊？不是，哎，这非得是我。冷静啊，听我说，这是京城5省连号的李清大少爷。昨天晚上他得了一梦，说非要在你们当中选择一个做他媳妇儿，还要带回京城做少奶奶呢。这一大早啊，肥猪就拱门了，你也太没有眼光了，你像个小伙呢！去吧，去吧，都给我下去！姑娘，您能不能先下来？我不下去。昭君姐姐，要不您先回去，梳洗打扮好了，明天还要带你上京城呢。我就不下去。这还差不多。我跟你说呀，你可捡着了。我这一走啊，这宁古塔大半的老爷们儿都得哭死。差不多吧。李大少爷，我去布置洞房，少赔，回去。哎，我把卖身契还他。回去。多谢二位。你快起来。哎呦，我死了算了。温柔乡啊，看来你是舍不得走了。滚蛋！说只带2个人走，母子俩都得带走，留下谁也活不了。
我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同志，一路下去便是辽阳，咱们就此作别了。你不和我们一起走？昨天我让那姓徐的吃了个大亏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若在一起，只怕到最后谁也走不了。顾兄，李公子，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，咱们中原再见吧。李兄，那就麻烦你照顾苏大嫂和她孩子。你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妥当了。我把他们娘俩放在京城的药铺里，买个身份，让孩子当个学徒。李家在这江南江北养了几万个伙计，还怕再多这2个？顾兄，我应了你。别走！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那徐管带要追上来，你能护着他吗？他现在自己走就是个死。一报还一报，这2人我带走，可把情分还完了。要护他，除非跟我回南。先走一步。哎，苏小姐，顾先生，等一下。刚来宁古塔的时候，我还纳闷呢，这么多流放的犯人就这么住着，也不堪押起来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方圆几百里连个人烟都没有，逃都逃不出去。你哪里有别的路可逃？听天由命吧。你要答应跟我回南，我有办法保你平安无恙。我若是在宁古塔还有机会回去，但若是做了反贼，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苏小姐的一番美意，我心领了，咱俩的账清了。节过得还好吗？就这么回事儿吧。南方战事吃紧，朝廷各种名目加租加税，南方粮食运不过来，天儿一冷，饿死的人肯定比往年多。我过来是告诉你，时机到了。南边的事情，最麻烦的不是军事，而是经济。朝廷败了这么多次，但每次都能马上把军队恢复起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赋税，有票号，有当铺。钱这个东西，不流通是一点用都没有的。我这次受命，整顿江南钱财流通，开设票号当铺，需要人才。要这么说，还真是要去山西一趟。那个地方是大清的财库，晋升八大家自前朝起发居于此地，300年积聚财富，到如今更是垄断了票号生意。过了年，用李家的名义，在平遥一带开设自己的票号当铺，主要招揽人才。不是说过了吗？天塌下来都不能进来。爹，苏小姐也在吧？苏小姐，爹，你来干什么？你怎么知道苏小姐在这儿？张广发带人收拾后门呢。今儿晚上他自个儿在那儿守着，我就知道咱们家今晚必有贵客来访。杀出头家来得慢是不是？李家少爷，瞧。苏小姐，您上哪儿去？我陪你去。我要去平遥一带，李家要开设自己的票号当铺，你爹亲自陪同。这事不必劳动我爹，我去就行。爹，我给您趟出一条道来，省得万一折损您老的名声。小孩子懂什么？这个世界上谁会给谁让道啊？
你要是真能在山西的地界上撑过1年，也算是大功一件。敢去吗，小子？若让我去，必扎根在此。山西扶桑的孩子从小就学习经商，从扫地、倒水、小伙计干起，没个几10年的经验，怎么可能会坐在掌柜的位置上？就你这个样子，人家一看就是个纨绔子弟，来玩票的。不是爹，我倒是觉得李公子去甚好，名震天下的李万堂一出马，会搅得人尽皆知，很多事儿就不好办。多谢，爹，我这次一定收了自个儿的习气，扎扎实实的在山西做出一番样子。我的事儿办成了，就把山西老八家的脑袋做酬劳送你，区几个店铺，闹不出什么大笑话。李公子，还有件有趣的事得告诉你，你的老朋友现在人正在平遥。谁呀？宁古塔的书生古平原呀。古平原逃到山西去了。您怎么知道？我的眼睛多啊。那个姓古的，我得想办法把他给弄过来。老天爷造就这么好的人才，却落到这种地步，这个朝廷不亡，实在没天理。天下人才是有的是啊，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逃亡的流人，他算什么人才？苏小姐还言过其实了。您认得？不认识，听犬子提起过。他怎么可能会活着逃出来呢？是，我也纳闷了。我到山西问问他。你身份尊贵，怎么可能跟流人打交道？那苏小姐还是反。反贼！哼。送个礼还得自个儿送啊，不过是个县太爷而已。这要是在北京，就是那些红顶子来我家里，我爹要是不想见，那还是不见。您是大少爷，我自然就是个跑腿的伙计呗。见了县太爷，我才能知道在这个地方怎么待下去。那头那个气死贼的营山，你看见了吧？我实在喜欢得很。我打算在咱们店门口也弄一个，就是立一个丈2高的大银葫芦。风水先生跟我说了，城门口这一带财气最旺，我打算把它吸个干干净净。还有那片房子，我也租下来，弄一个大的票号，一个进一个出。老八家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他们手里除了票号，那什么也没有。我爹还说，李家全力以赴来撑这个场面。还要我看小题大做了。3年，3个月，我们就挤在那老八家里头。你笑什么呀？笑你有志气呗。你是不相信我呀，还是没信心呢？平遥城不大，但这里是大清的财富重镇。你们家老爷子说全力以赴，我看全力以赴也未必撼动得了这儿。山西老八家200多年了，自有来历，回头讲给你听。最近出了个新鲜事儿，平遥城来了几10个朝奉，你说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几10个朝奉掌柜突然之间到平遥这个小县城里来，只怕是你身边那个苏小姐搞的鬼吧？今天能把各位请到平遥城来，是我的荣幸。在座的
都是山西地面上最老的当铺朝奉、票号管家，等闲都不愿出门半步。且敬此杯。没事了，真的假的？写的是。你们肯来，我是给够了钱的。要问这是多大的买卖，这买卖自然大。做买卖，有人谋的是财，有人谋的是名，我谋的是国。我从南边来，这屋里头啊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通敌的罪是谁也跑不了了。来，为了这个罪名，我敬大家，一起喝一杯。兄弟，这个女人不简单，离她远一点，不然祸迹满门。这话我也想跟我爹说，可是他不听我的。你呢？我是吗？你当上这太宇峰的大掌门，这多少人眼红的位置？除了河东老八家，实力最雄厚的就你们这位王老爷子。你这是打算做此官守此礼，从今以后开始和我作对是吧？逢场作戏，如此而已。干脆呀，你辞了位置，到我万元当了，或者我给我爹写信，把你这罪名抹。反正你在这儿做一天掌门，我心里就不舒服一天。万元当不想有你这么个敌人，我也不希望有你这么个敌人。你的美意我心领了，只是眼下还有事情没做完。有一天走投无路时，你莫忘此言。天下两分，义军已占一半，江南一带最是富庶。可这些年仗打下来，起起落落，连南京城里的票号当铺都荡然无存了。还有浙江、苏州、扬州、镇江、宁波，这些哪个不是富得流油的地儿啊？现今一片空白。义军有意整顿江南财政，让商旅流通。可那些做票号当铺的人才死走奔逃，一时间也找不到许多，所以请了大家伙来。你们当中愿意去南边讨一份生活的，我可以帮各位，把家小都送去南京，安置妥当，万无一失。到了那边啊，大家可以选好的商铺，趁手的伙计，重启票号，自己当老板。早期的钱由义军出，子孙也可以在南边考取做官，干得好的还能弄个爵位。我向各位担保，最多3年，让南边的银钱流通起来。3年之后，还想留在南边的就留下，想回来的，我自然能给大家伙再弄回来。这是个俄罗斯人送我的。
什么这个那个的呀？你个大少爷干这种贼活，一点也不懂行。大户人进来都做半天了，竟然没发现。我又不是天生做贼的人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好奇？想知道什么呀？是你把那几十个人弄过去的，弄到长江以南。你真的是造反的人呀！这你不都知道吗？还问？那我爹还这样听你的话，不知道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，全家都会砍头啊！这话说的真好，果然是个孝子啊！你爹为什么要听我的？你难道不该问你爹吗？反倒审问起我来了。对，我自然要问他。不过我先问问你，你肯定知道。我自然知道。但是你爹不让我告诉你呀，说你是个小孩呢。是不是想知道为什么我跟你到平遥城来啊？现在知道了吧？我有我的事儿，你呢就好好做你的大少爷，别闹。走的时候我跟你爹说了，这赚不赚钱都无妨，挣了赔了只当是个笑话。这笑话闹得越大，越能帮我遮掩些的。难怪。那是当然呀。要是没你在这折腾，吸引大伙儿的注意，我找那么多人，很容易被怀疑的。说起来，你可是个大功臣呢，有机会去南边，自然好好赏你。你事儿已经办完了，你赶快走。我爹他家财万贯的，就算欠你什么人情，现在应该也已经还清了。走。你这小孩说话真逗，我是不可能放过你爹的。现在我连你我也不放过。你真以为我不敢开枪啊？你要是想动手，好歹选个能用的东西吧。这是我朋友送我的礼物，从未装弹。我赏完一次都得很精细的擦半天收起来。你这么随随便便的拿着，就不怕我心疼吗？放回去。说了你也不听，真是的，都给弄脏了。哼，你有没有子弹吓唬谁呢？以后再进我屋，这一枪就打在你脑门上。出去吧。站住！明天多带些人，雇好了车马，去晋阳山庄。河东八家的康家要把家产给卖了，我是志在必得的。你顺便告诉你兄弟一声，他要是不想回宁古塔，最好少给我裹乱。哎，虎兄，来。苏小姐，早就该来拜会苏小姐了，今日方才遇见。古先生拜会我什么？你把山西闹出这么大动静，我心里佩服得很呢。若不是古先生想出这些花花点子，把平遥赋上面搞得上吐下泻的，我还腾不出手来做这些事儿。话说来，我得谢谢您。先坐啊，坐下说。王天贵这一次势在必得，你要想买的话，让我一让。咱们是兄弟，
我让你自然使的，可买的人是他。郑大爷，郑大奶奶，哎，李掌柜，李掌柜，李掌柜，哎，来了，哎，来了。在下康家长子康素元，诸位请了。今天大家伙能来，为康家解除危难，是祖上有德，我就不一一道谢了。这些年，康家的生意做的是顺风顺水，多少有些骄狂，什么生意都敢接。这次接的是朝廷给军队运辎重的任务，本来想多赚一笔。 莫名其妙，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，家父一急之下，吐血而亡。我今天穿孝来拍卖家产，是个不孝子。可国家在打仗，死的人成千上万，辎重的事情一天不解决，世间不知要平添多少孤儿寡妇。我这点事儿算什么呢？所以今天组这个局，请大家来共同竞价。 这些是康家所有的田地、房屋、商铺，从山西到陕西，南下至四川，大约有4万亩良田，217家商铺，还有3间大酒楼，产业都在此。如果有质疑的，请上前查看。有了这些产业，还不如去借钱。难道老八家会坐视不管吗？大奶奶。 让我一句。说起来，这些产业，乃是我祖上当年学业不成，转学手工，手工艺不成，又在军营里谋了个超报小吏的差事，每个月只赚几钱银子。后来他负责在军队里运输货物，结识了不少天南海北的英雄。 我曾祖豪侠仗义，说话讲信用。虽然他手无缚鸡之力，但人人敬他是条好汉。再后来，几个朋友凑钱给他开了个镖行，这才陡然而富。古人云：“君子之泽，三世而斩。”到今天已经3世了。老八家虽然同气连枝，但我曾祖当年有话，绝不连累同袍。 所以今天还请天下的朋友让条道。康家子弟就算不能经商，也不能没有志气。最后一句话了，请大家出价吧。哟，是啊，可不得了啊！王这皇后，这老八家怎么个排法？诸位，我抛砖引玉，600万两。多谢。 700万两，900万两，多谢，1100万两。你怎么不叫价？我不想那么累。我们家自个儿不得的都忙不过来了。你不知道，全越多越麻烦。这话说的够聪明。我要真聪明，我就不上这儿来了。 1300万两，我出1400万两。诸位，吃好喝好，我们这个饭局结束，拍卖才会结束。大家不妨来看一看，然后好好琢磨琢磨。苏小姐，你怎么不跟他们拼了？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谁要跟他们这样拼？ 那这产业你是拼不过来的，非要拼钱吗？他这人倒是蠢，
这天底下有的是比钱更贵重的东西，一会儿你就看见了。更贵重的东西。恭喜你啊！我是应该现在恭喜，还是再晚一点？恭喜我什么呀？恭喜你顺利进入老八家。你可别扯了，有钱人多着呢。你刚才没听到他说吗？这天底下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生命。哎，稍安勿躁啊！有几位朋友酒喝多了，绝对没有死人，大家放心喝酒啊，不要听下人胡说。请。喝酒。赶紧定吧，埋的没埋的，定完我们走了。马上定。来，喝酒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杭州的张先生，我保镖死了；湖州的李家，苏州的王家，刚才出嫁那几个都，没错，出过嫁的人都死了。哼，他是从南边过来的，我觉得他肯定会牵连我们家，咱得想辙跟他斗一斗。苏小姐，我们东家要我务必拿下康家的产业，您看能不能让我一让？哎呀，刚才那些人死得好惨呀！是你，你不会也想跟他们一起吧？我不要。我看这是有人想逼死我们老八家，想一个子儿都不出，就把产业拿走。是江湖上的朋友干的吗？我看未必，江湖上的朋友哪有这么大的势力呀？咱们以静制动，让他自己跳出来。死人，就是有死人！你赶快走这地方去！诸位，今天我变卖康家的家产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死人。你这个短途的买卖，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做了。走，都坐下。奉王爷令，今天喝酒的各位一个都不能走。康家的产业卖不掉，军队的辎重解决不了，你们就等着陪葬吧！都坐下，继续干！700万两，李掌柜的，既然他们都死了，我就接着您的价喊了。好，聪明。 800万两，1000万两。这位小哥面生的很啊，
您认识他就行，不面生吧。1100万两。诸位，我也叫个价啊，我倒要看看今天会不会被人弄死。1400万两。1500万两。反正你交多少，我就比你多加100万两。诸位得罪了啊！今天我是势在必得。快点，还有没有？2000万两。怎么？京城李百万家的不够格吗？你也要加入了是吗？是啊，这么热闹啊！但是你不会把我和古兄都这个吧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很想一样，我也想捡这现成的便宜。你不是说帮我忙的吗？哦，哎，你喊多少来着？2100万两。2500万两。2600万两。你把王天贵的骨头熬成油都拿不了那么多。我挑好李国，跟我借他。我这是在帮你爹办事，你搅什么？2600万你能买个开心吗？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吗？我就最想看你跟我爹垂头丧气一次。幼稚。古兄弟是吧？请过来这边。诸位，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，那康家的产业就属于太玉峰了。康掌柜，2600万两数目太大，允我10日之内划清给你，承让。有这么多的银子，何必杀人呢？大奶奶，你想什么呢？人不是我杀的。哎，好，太玉峰以后就是老八家了。我恭喜古兄弟，恭喜！王爷到！王爷，如今叛贼猖獗，朝廷又催得厉害，可是没有钱粮，兵马难行，你当不起这个罪。小人正在变卖家产，10日之内一定偿还辎重。10日，这就是老八家。哼，国难当道，一个个在这里斤斤计较。朝廷说我心慈手软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都一起锁了吧，好歹也有个交代。哥，来下。 3日内交不上来，走，一个都活不了。快点，快点，走，快点，快走，快走，走，走。以为兜里有俩钱，就都是人了吗？在我眼里，不过是一屋子的屁。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。 怎么样，你兄弟的脑袋掉的会比帽子还快。
我来是守山西的。像他们这么小打小闹的干，根本站不稳脚跟。我来之前跟王爷知会过了，就在这儿开家票号，名字已经想好，就叫太平号。从平辽一直开到下面各个县城，延展到整个大清。太平号就是个口袋，把平辽这些票号全部都装进去。这是门好生意啊！票号的生意，京城李家接过来。哎，爹，您来了。得嘞，全看老爷子您了。你们叙话。你天天跟那个刘范混在一起干什么？哎，我们俩事儿您都知道了。我们俩一起弄了一个城门档和上门档，把这平遥城颠倒了个个儿，实在是痛快的很。你痛快了？窝藏包庇刘范的罪名谁来背？那轮不着您来背，您就放心吧。您就告诉我，您到这儿到底是来干嘛？爹，您这么干行吗？你呀，乖点，别惹祸，远远的看着，学着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爹，我觉得经商的人要讲信用，您这么干，强取豪夺，仗势欺人，落井下石，不择手段。乖儿啊，我看你啊，还是回去好好读书，争取考个功名。做好人。哎呀，是个女的，长得跟水灵的还。哎，别动命！别堵路，让开！蚂蚁带龙头，假装大牲口，敢这么跟爷说话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你一个小小的把总，在这耍什么威风？赶紧给我让开！谁呀？这是？哟，好精致的兔爷，过来跟爷们乐呵乐呵。没想到乔将军的队伍里竟然是这么一帮东西。你是谁呀？你也配问？这是乔将军的座上宾，问多了小心脑袋。姑娘去哪？下马吧，上我的马车。他们不敢动你。我要去找人。只要我松开缰绳，你哪儿也去不了，只能被他们带走。天知道这些人要干什么事儿。下来，我护着你。站住！我四处找你，你去哪儿了？曹将军，我还想找你呢。你怎么？南边来了个有钱人，我不能见他，他指定要见你。谁呀？有钱人。不是，
乔大人，我家里丢了个人，我还想向你打听呢。兵荒马乱的丢个人算什么事儿啊？我把那位客人安在了北边的帐篷，这事儿要是误了，我饶不了你。走。 古先生，山戏一别，别来无恙啊。苏小姐，别来无恙啊。我有样的很。我在山西的事都被你给搅和了。不用找退路了，这不比山西，可以人海茫茫一身藏。你家就在这儿。 你老娘、你二弟，还有那位千娇百媚的白大小姐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我不会在一个人身上吃2次亏的。不把你查得清清楚楚，我怎么敢来？我有样东西让你看看。 一枚在你那儿，你说，你需要我做什么才能放了他？你太虚伪了吧！你不知道他在家乡已经没法待了吗？他这种通敌的身份，不怕连累你老母亲和弟弟吗？今天本想来找你，救他，是意外收获。你当我求你？你带我去见他一面。 王妃，请下车。苏小姐，我不是什么王妃，您为要这么叫我？出了那个门，自然要进这个门。怎么，还想回去被当成通敌抓起来？ 小心脚下。王妃，走吧。伤心人各有怀抱，古先生有心病，我把药带来了。你终于答应带我去合肥了。哟，
我怎么觉得这生意做亏了呢？你能答应我什么呀？我为什么要帮你？看你这半死不活的样儿，我半死不活不都是拜你所赐吗？是你把一梅带去合肥的吧？是啊，是我亲自把她送进王府的。主将李成晋升为成王，她现在可是成王妃。你得想清楚，你有几颗脑袋敢去王妃那儿啰嗦呀？我不是去跟她啰嗦的，我是去把她揪回来的。他爹是我的恩师，老人家现在就剩下半条命了，风前烛雨里灯啊。他呢，一个人在外面逍遥快活，让别人为他受罪啊。你何以知道他逍遥自在？我现在都不敢回家。我看到他爹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我也没办法面对我娘。好，我把他带回来，你保证他不再跑吗？还是你们要活活逼死他，落个心里舒服？和两边的人心事是不一样的。他已经过去了，你留恋也没有用。我最后再劝你一次，无论如何，我求你带我见他一次。苏小姐，王爷吩咐了，最近有很多混进合肥城的探子，不得不谨慎啊，需要查一下货。好。这些都是给王爷买回来的，将来水师用得着，雇了10几个挑夫子。你是谁？哎，你谁呀？雇挑夫子的时候，我怎么记得没有你呢？给我拿下！等等！我要是不留辫子的话，谁把这些货从徽州城挑出来啊？我要是不留辫子的话，我进徽州就给人砍了脑袋了。苏小姐，我今天走可以，那以后王爷的事儿我办不了了。慢着，真是难不着他。苏小姐，这……好啦，跟我们一起的，放行吧。刚才开玩笑呢。好。差点被你坑死。不坑你坑谁呀？我干嘛？给你带到了。不把我送进去啊？那么多兵我怎么进啊？那我可管不了了。
你就说让我给你带到王府，也没说让我给你带进去啊。我还有公事儿，自己进去吧。哎，刚才忘提醒你了，你那辫子要是再掉出来，被人发现一刀给杀了，可就不关我的事儿了啊。走。苏小姐，怎么跑京师来了？听说你那万茶大会搞得挺热闹啊，我过来讨杯茶喝，成不成？这话你可记下了，回去替我写出来，好让六爷知道。这……啊，大奶奶，刚才小人说的那都是发牢骚的话，我一个平头老百姓说话当不得真的。你看起来倒像个读书人，怎么不读书了？实不相瞒，你们是哪儿的？之前读过。国靖安排我们来侍奉茶水，惹了什么祸？宣华科场犯了朝廷忌讳。福晋差人过来送茶，老六媳妇儿送来的，莫不是老六知道我来了？那不能，咱们没跟六爷说，他上哪儿知道去？估计是福晋听说王爷有女客，派人过来伺候便是。你放心，给咱们开门送咱们进来的，都是我几个相熟的侍卫弟兄。六爷这么威风，咱们可不能扰了人家的兴。不过他的茶一口不喝，不是做客的规矩。不能喝。这茶怎的？忒也无礼，莫不是只能喝你家的茶？不是，这茶的香气和我家的有冲。我们回去吧。这桶茶送我了。哦，正是如此。怎么了，哥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刚才送茶来的那个女人，好像我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。谁啊？哎呀，我也不确定。总之就是她一靠近我吧，我心里就发慌。她是那种走到哪都要害人的人，所以我刚才拦着呢，没让人喝。一天到晚疯疯癫癫的。咱回家。哎，收。怎么了？您还问我怎么了？您为什么要把我像狗一样锁屋里啊？还拿木条把窗户都封上了。你真想知道？想知道。行，我说实话，你也说实话，谁也不许骗对方。
一句假话都不说。好，我先问你，你今天早上出去干什么？你要想听真话，你也必须得真话回答。古平原来了，带了他的茶叶，想参加万茶大会。我答应帮他，用我的腰牌把他送进去，但这已经失约了。你帮他？好，你问吧。您为什么不让我出去？苏小姐，那听说西边那个太后今天要到王府去参加万茶大会。明天我夹在你的商会里混进去，后面的事情不用你管，我保证不连累你就是。您保证什么？这可是诛灭九族的事情，您得跟我透个底。现在这位皇太后跟王爷的关系如何？自然是视如心腹。嫂子跟小叔子是一家人，不是说君臣共治吗？你还真信啊？哪有君臣共治这回事？这皇太后一进宫就收了王爷最爱的闺女当干女儿带在身边，外人看来风风光光，其实不过就是用于挟制的人质。而且六王爷掌管总理衙门，皇太后不敢动他，倒不是有多看重，而是他挟洋人以自重，皇太后投鼠忌器。我听说明天万茶大会，皇太后心中不满，打算带着贴身太监进王府的后门凑凑热闹。苏小姐，皇太后的行踪怎么可能让外人知道？我的消息就是从他贴身太监口中买到的。我的计划是……苏小姐，停！你我不听，我求求你了。好，别说了。他想神不知鬼不觉的用毒药杀死他。他告诉我，今天参加万茶大会的所有人，恐怕都难以活着出来。就这么简单。爹，你疯了！杀太后这种事你都干啊？你知道苏小姐是谁吗？不知道。你也大了，我现在把家里的底告诉你。你听说过宫灯大人吗？知道，军机大臣之首，又是古宫之臣，因罪被皇太后降旨杀了。没错。宫大人是太后的死敌，因此丧命。苏小姐是宫大人的独生女。我们李家能有今天，全仰仗宫大人。这么说吧，我们是账房先生，也是家奴。幸好这场朝堂之争没有波及到我们。你现在明白了吧？但是我还有一点不明白，宫灯大人已经死了，为什么这苏小姐还有那么大权势？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宫大人做了一辈子的首席军机大臣，门生故旧遍天下。他只会对南方的战争江南督府，封疆大吏，个个都是他的死党，权势滔天。你以为只有我们一家账房？你以为苏小姐会那么在意我们？她会随时把我们抛给朝廷。到那时候，反贼余党4个字会瞬间让我们家鸡犬不留。李百万，哼，什么李百万？
就是千万万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我过去没跟你讲，是怕你不稳当。现在告诉你，你都记住了吧？我不知什么时候我会因为这件事死去，可能也包括你，或者亡命天涯。所以一定要谨慎再谨慎。像那种拍着胸脯讲义气的错误，万万不能发生。错都没犯出去，门都没出。女朋友种的茶叫什么茶？蓝雪，蓝雪茶。王爷去宫里赔罪，太后赏了他一罐蓝雪茶，让他好好品品。你那个朋友风头出大了。老二，老二，是你吗？苏小姐。姓古的，你是我命里的克星吗？我怎么了？多管闲事，是嫌自己命太长的事吗？为什么要杀人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那是慈禧皇太后。她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，从阿玛死后，我一直在谋划，潜心积虑，步步为营，终于等来了机会，可以解我心头之恨。却被你搅了局。苏小姐，你先冷静。白天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你先把这个怒放下，我们好好谈谈。哥，你怎么了？哥。哥，你怎么了？哥，爹，你也死了啊？你怎么睡衣裳了？不是，现在是真的假的？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你就是睡衣裳，快起来吧！别！你打回去！给我打呀！你不会轻点啊？还好是做梦。来，您请，给您租的马车，请。顾先生，我以茶代酒，向您赔个罪。客气的话不用再多说了，大家都是安徽茶商一脉，只要你以后不再欺负茶农，比说什么客气话都有用。一定。来，碰一下。
哎，顾先生，您大人大量。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的。顾先生，这茶，白酸。你们是谁？要带我去哪儿？啊！你知道是哪儿吗？宁古塔。许冠带，别来无恙。苏小姐在里头吗？不是，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呀？哎，忙什么里头唱戏呢？哪有那么……苏小姐，苏小姐，我有事儿找你。苏小姐，下去吧。急事儿！哎，你们让我进去。别丢人了，让他进来吧。哎，大少爷来了，有何贵干呀？你把古平原弄哪儿去了？我知道你是谁。我是谁呀？你在平遥受辱，他难道不是你的敌人吗？你跟他哪来的交情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就是担心他。哼，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，担心你爹。
真以为你是李万堂的儿子就太平无事了？这泼天的富贵、倾倒朝野的权势，一夜之间都能化为虚无。你就告诉我他在哪儿就行。你想知道？哎，先别回答，问你3个问题，到时候你还想知道，我自然一诺无辞。这个人坏了我和你爹的大事儿，真想把他救回来？我想。就不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大事儿吗？那天万茶大会，我也在，我知道老佛爷要来，我给他准备了一杯毒茶，被姓古的给冲了。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么冲了，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机会，渺无希望。你救他，就是得罪我。你听完我讲这事儿，你都得担一半的责任。你把他救回来，你就是同伙，撇不清关系了。谋反大逆，何止杀头，何家9族都是寡罪。你还要不要救他？我一定要救他。你这小子还真是不知道，那个女人要是死了，6王爷可以马上摄政，推广经商，扩大外交。到时候主持天下商界的人会是谁？你救他，就是妨碍你爹上位。真要救他吗？你说的这些大事儿，我管不着。我只知道，我就这么一个朋友，我一定得救他。古平原死了，大家都安静了，只有你惦记，没人在乎。这个人智谋算计、心力手段都在你之上，绝非池中之物。一旦他得了势，你根本不是对手。你要给自己留个底任吗？你想在这个世上留一个处处都高你一等的人活着吗？还要不要救他？回答我。李公子，谁呀？您是北京李百万家李钦公子吧？我们在山西见过的。我四处在找古先生，您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你认错人了。你是？我是常玉儿，常四爷是我爹，我们从山西茶商会押货至此。我想见他。我能相信你吗？你知道的，他为了救我爹是何等的不顾性命。我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你告诉我。要是他已经死了呢？他若是死了，不会不同我告别。我没梦见过。你这么说，我倒是信了。他在极寒之地。苏小姐，哎，你最好别出去，这外面都是我的人，没我的命令，陡然接人出来，你脑袋就没了。你现在还真是有点大人的样子啊！朝廷安抚使啊！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在乔松身边也安排人了？本来谋划着要杀乔松。突然知道他带了一位连圣母皇太后都看中的人物，我还纳闷呢，原来是故人啊！千里迢迢把脑袋又送回来了，真是多此一举。我在你这可不是故人，我是个死人。说对了，
留着你这样的人只会碍我的事儿。说吧，有什么未完成的心事或者想捎的话？我希望你劝告李成，合肥已经守不了了，让他早早撤离，不要拖累全城的无辜百姓。我还想奉劝你，大厦将倾，独木难支，你的阴谋诡计成不了气候，你赢不了。你还是改不了牙尖舌利的毛病。不怕死吗？怕。你不怕吗？既然之前我坏了你的好事，你又差点整死我，那咱俩算是扯平了，可以谈笔生意了。没想到你还是个生意人。我要全合肥城无辜的百姓都平安地活下来。这个生意能不能做？你去告诉李成，如今合肥已经被围了3面，他还有一线生机。英雄无奈是多情，还惦记着白小姐呢。我不是为了白小姐，我是为了合城百姓。大丈夫当为则为，你太小看我了。你让他撤，他撤去哪儿？金陵城下有朝廷的南北2个大营，浙江一带也有军队。至于苏州，还得看那边的王爷接不接纳他。所以我们要通力合作，你帮他谋划一条退路，需要我做什么的，我定当尽力。想不到你还敢这么跟我说话。你这狗头我先记下了，回再来找你。听说你立功了，没来得及恭喜呢。你难道不该给我个解释吗？我要解释什么？4败投诚的战俘不是我杀的，我不知情。你要是不信我，你动手啊！我若不信，你现在还能活着？李成那边，我去劝过了，他现在一心求死，我劝不动。你不是聪明人吗？劝人你不会吗？当这个安抚使之前，我以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可以去改变一些事情。等当了这个官之后，我才发现，除了随波逐流，无力改变任何事。所谓历史，不过是一本皇帝的家谱，实在可笑。你倒是开悟了，是打算回去种茶，还是剃度为僧啊？我哪儿都不会去。既然我现在已经被卷到这件事情里来了，我就一定要护李成夫妇他们的周全。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你说。近日，我一直在看朝廷的朝报，就像做生意，好歹我得了解行情。在那些朝廷的官那儿，李成他们就好像货物一般，待价而沽，可以交到老佛爷那儿换顶帽子，也可以招致自己的麾下扩充实力，在这乱世当中，可能会赚得更大的功名。
但是这批货物在手中囤不了太久，他们跟我说不会滥杀无辜，我信不过他们，所以我留下来。你不信？我当然不信。名利，名利，名在前而利在后。什么读书人有良心，那是因为官做的还不够大。真的到了可以拿命去换顶子的那一天，又有谁会在乎自己曾经说过什么？为了全城的百姓，为了整个合肥城的安危，我现在必须要有一个更有实力的人出来帮我。我已经没本钱了，我要一个更有本钱的人，在背后为我撑腰。你说找谁？听说过九帅，两江总督旗下的第一猛将。据我所知，他兵力雄厚，冠绝天下。他就是我心中那个有本钱的人。只是像此等英雄人物，怕是连你也接触不上吧？你这是激将法。老九欠我个人情，我若见他，就是给他脸了。九帅是谷兄请来的，是苏小姐请来的。老九出了名的吃人不吐骨头，本想着和他在战场上一较生死，没想到就这样被他拿捏了。他是朝廷的大将，怎么可能救人？莫要被他骗了。代价不小吧？代价确实不小。可是谷兄，你花的银子，怕是只能保住我们夫妻二人的人头。若想叫我这些兄弟都能活，这买卖该怎么谈？慈悲呀，给我的人留条活路。慈悲。九帅的意思是，你的兄弟可以放了，但是你们夫妻俩要去他的营中，还要请你去他的军中做参谋，这样他在朝廷上对于自己的部下才有个交代。等到战乱平息以后，再把你们送回去。谷兄是冒着性命之忧犯险涉难，我不会为难你的。把衣服拿来，我答应你。停！卑职九帅帐下虎子营副将扎兰察伺候大人更衣。这个姓李的大贼头，打仗真是一把好手。我真不明白，一个目不识丁的小孩子，一个挖矿的臭苦力，能有这般成就。可惜了，不能在战场上相见。大清气数尽了，君昏臣庸，因循苟且，对上巴结，对下压榨。濒死而不自知，江南军事已了，
草长莺飞，中原路飞。九帅，有没有兴趣问鼎中原？这是九帅请能工巧匠打造的好刀，只有立了大功的将领才能蒙上。将军此次弃暗投明，必定鹏程万里。都坐下。我知道，我穿这身衣裳，对不起战死的兄弟；可我不穿，对不起拼死救我的朋友。 也救不了你们。我知道你们都不怕死，早在破城之日，我们就已经把命交出去了。可是今日不同，仗打完了，这辈子的仗打完了，日后。 谁都不许再碰刀剑，洗尽手脚，刮掉头发，回家去吧。做工的接着做工，种田的就好好种田。土地刨荒了，需要深耕一下，撒下种子。 活到明年，你要相信，相信人间自有公道。如若不信，你便这般对他。将军！
帅辛苦了，我去处理后事。慢着，湘西30里有一个我的营，露营和营子都备好了，他们可以剃头更衣，拿钱回家，没有人阻拦。九帅一诺千金。李成的不，李将军的头我还是要的，毕竟是我把他带走了。上面问起来，我也吃不消。这个自然。李将军的首级，值一个红顶子。九帅有令，大队向西30里，剃头、洁面、领录影发路费，各自返乡。是，属下早就预备好了。白家妹子，你若难受，就哭出来。我不哭，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。求人得人，我替他高兴。他这条命，换了大家伙活下来，这样的慈悲，将来你要说给孩子听。来人，抬走！你们干嘛？你们要带他去哪？你们要带他去哪？他们会送葬他的。不会的，他们不会。放开他，你要带他去哪？他们要的只是他的脑袋，他们只是杀人。你们要带他去哪？你们要带他去哪？你放开！朝奉郎起居舍人，之子高，群头遍布上书，将领将军，此子今日的前9岁，前来之后，便赠送于此慈禧一项，御书父子手子各一体，白玉餐具群头，紫檀苗器全套家具整堂，主人出言。没来晚吧？新郎官，你在上海的事情我听说了，很对我的胃口。
欠我的人情还记得吧？啊，记得。现在有件事儿需要你出面，你能干不能干？他自然会答应的。九帅委以重任，我只怕我能力不够啊。我这是何事啊？又来这套算文假醋的东西啊！九帅交代的一定是国家大事，我怕我能力不够，别替我乱答应。嘿，急了。要你出来救市，敢不敢？没想到我长嗣晚年还有这么一福啊！老天对我真是不薄。我这位古兄弟啊，错了啊！错，又叫上兄弟了。姑爷，兄弟，叫什么就是那么个意思。这个人都是天生地养的，没那么多规矩。我这个古兄弟啊，一身侠骨，无论是做朋友还是做女婿，都是我的福气。10年的仗打完了，现在的南京城，夫子庙成了野树林，秦淮河成了臭水沟。以前最热闹的文庙，现在是一片荆棘。这场仗，是是非非任由后人去说。眼下最要紧的是把南京的局面打开。具体要怎么做呢？两江衙门需要一个背景干净和各方都挨不上边的人，还得是有官身、懂经商的。他要把江南7省好好经营一下，尤其是南京城，中外观瞻非同小可。至少让人说一句：朝廷拿回了南京城，老百姓的日子比以前好过了。那总不能说南京城在朝廷手里边还更糟糕了。是，但这个人非得是我吗？古先生过谦了啊！这才是他高明的地方，总要等到别人夸足了才肯表态。那倒不是，我只是觉得自己资历尚浅，若是我出来主持这个局面，怕难以服众，惹人笑话呀。那你说说，还有谁能够服众啊？就好像京城有李万堂，浙江有吴才士，山西有靳文才，还有一代茶商李中登，他们哪个不比我强？他说的话可比那戏台上唱的好听啊！你既然如数家珍，这些人后边的故事你知道多少啊？啊？我酒精没了，好好陪他聊聊。不送。他说不送就不送，你莫多事。你看他身边那些侍卫，最次的也是穿着黄马褂的2品官。你刚才提的那些人，岂能入他法眼？笑死人了。那你倒说说，还有什么更厉害的人呢？有啊，你怎么不说皇上、老佛爷？看来你还是不知道做生意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请教了。行，我来跟你说明白。倒酒啊！这李百万，他的后台是6爷；吴财神的后台是左宗棠。至于李中登，偏安一省，没什么大出息。靳文才还行，但据说是个痨病鬼。好一张利口，天下英雄都给骂了。九帅就是不想让各方势力和朝廷插手南京的事儿，但是他又没经商的能力，只好上门求贤了。现在两江总督瑞林是刚调过来的，手里也没钱，老九就催着他把遣散的军费给发了。10几万大军驻扎在城外，就是个火药桶。你得用商人的法子帮他把这个难给解了。我只怕我自己拼得粉身碎骨，也压不住这个火药桶了。怕了？怕呀！我有老娘，有妻子，当然怕。
你先安排好时间，自然有人送你一趟去南京。能做不能做，你到时候看了再做决定吧。哎，你不是那头的吗？什么时候投了九帅的麾下了？你最近可以啊，仗着自己是新郎官，跟我家人没大没小的，投到老九麾下，想得美！12岁选我入宫，我连皇上都不伺候，该跑一样跑。一个老九给我洗脚，我还嫌手粗呢。我的事儿你就别多打听了，南京见吧。恭喜啊！媳妇儿，媳妇儿啊，我娘又训我了，我心里好乱呢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没。那这次无论如何呢，你一定要帮我拿个主意。你就说吧，我这个官儿是当还是不当？你也不是什么官迷，当不当的，心里不清楚吗？我就是不清楚，我才问你的嘛。让我抱抱。哎，你别过来。哎呀，抱一下。哎呦，媳妇儿啊，我好累啊。你看，提醒过你了。各位大哥，有话好商量啊，别伤害我家人。古大老爷，我们是过来给你贺喜的，怕什么呀？原来是苏小姐，别来无恙啊！让你的人把刀给我撤了。要是伤着我家人，别怪我姓古的脾气不好。哟，还真是恩爱啊！给你带了一位故人，不知道你肯不肯见？故人？哪里的故人啊？一梅。白一梅。顾大哥，常家妹子得罪了，我给你们赔礼。一梅啊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求你救救我几千个兄弟，他们都是我先父的兄弟。如果你能施以援手，我愿生生世世结草衔环以报。苏小姐多厉害呀，你求她呀。她若都帮不了，那我也帮不了。你再说了，几千个兄弟，你哪来的几千个兄弟啊？老九送到你工地上的几千战俘，过去跟李成将军是生死之交，南京失守后被俘。老九养着他们，怕浪费粮食，杀了怕误意，怕将来史书上记他一笔杀俘。这个老狐狸怎么可能吃亏？这些兄弟见完海棠以后，就再无用处了。九帅非杀了他们不可，将来他便推说到你的工地上去。这些兄弟不能这样死，将来我到地下也没办法这样去见他。是，你不能这样见他。我且不说那几千个人能不能救出来，就算真的救出来了，你搁哪儿安置啊？难不成你想当土皇帝，想造反呢？这些人怎么送出去无需你管，你要做的就是把人救出来。你苏小姐神通广大，你来教教我要怎么救啊？2个火器营啊，多少把西洋火枪，眼睛都不眨的盯着那几千个人。我赤手空拳，我手无寸铁啊！我又不是孙悟空，我会变法术啊！媳妇儿，你看我像孙悟空吗？你像种茶的。常家妹子，我不能坐看这些兄弟就这么活活被折磨死，我实在于心不忍。我也请你帮我。哎，你起来。
白小姐，你说的那几千兄弟，真的会死吗？真的会死。他们都是李成的旧部，他们当兵之前，也都是些农民，都是些商贩。那这不就是普通的百姓吗？对呀。那我……好了，别聊了啊。一梅啊，这个忙咱们实在是帮不了，见谅，帮不了啊。我们话还没说完呢。我租了个船，想把他们接走，送还家乡。你苏小姐有这么好心，你把这些人送还家乡，怕不是到了别的地方又集合在一起起义造反吧？到时候朝廷追究下来，我被人刨了祖坟都不知道了。咱变戏法的不能蛮敲锣的，只要你能让这些人上船，我妥善安排一切。愿意耕田的耕田，愿意做生意的给本金。这场战争死的人已经够多的了。要在2个火器营的面前啊，揪出几千个人，还不被他老九逮住任何把柄，简直不可能嘛！这些战俘知道自己要被杀吗？自然知道。苏小姐花钱救人是一举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现在，战俘知道自己要被杀，中途闹僵起来，咱也是掉脑的罪过。我看，你非去不可。常家妹子，说的在理。还是古夫人见得明白啊。快站起来，别跪着了。谢谢。来，兄弟，砍我一刀，头疼的厉害。大奶奶，顾先生被扣了！大奶奶，好家伙，你要干嘛？全武行啊？你怎么还不换衣服？跟个老太爷一样。我为什么要换衣服呢？你没听黑子说呀？他们把你女婿给绑了，还要2000万两银子，哪儿找去啊？你快去把衣服换了。哎，你接手单刀还在不在？就咱爷儿俩杀上门去啊！你是不是听戏听多了？我又不是多尔顿，我没那么大本事。爹，你是怎么了？咱们被劫也不是第一次了，先按照江湖规矩谈，谈不拢咱们就打，还怕了他们了？哎，要不这样。你外边穿这一身，里面穿动手的衣服，用软刀，咱们好好的会客。说不得他们对你没防备，你一刀压下去，剩下我解决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不怎么样，人家上上下下几十万弟子，你一刀就把人压住了。他能放人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可以后在运河上的买卖就不容易了。这跟丢货找货不一样。我管不了那么多，那黑子说了。3天不交钱，他们就把人给进猪笼了。我等你慢慢的搞，那我收尸都来不及。哎呀，滚你！这是个大买卖，我之前跟他说过了，私营的事儿不能碰。现在好了，报官也不敢，去抢人又不是办法。咱们呀，不如找个中间人，两边说和一下。曹帮里头啊有字号的人物，爹也认识不少，我已经找有分量的人去说话了。你进来干什么？你不好好的养伤？我走的时候，古先生让我去请个人去救他，人我去找了，但他不在。我是想问问，要不我再跑一趟？你这个孩子，他让你找谁呀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看他干什么？快说呀！人命关天。是九寨营里一位姓苏的姑娘。你瞧不起我？你瞧不起我是不是？姓苏能救他，我救不了他。你走不走？你不走我……你进来！你快去呀！关键你能不能像个人样？他是谁呀？什么？他是谁？苏小姐，她是谁？啊，我之前跟你说了，放战俘的那个苏小姐嘛。你骗人！
没有啊，真的。你不是说你永远不见他吗？你怎么又去找他？有本事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说你没本事，你也可以救我。我担心你们的安危啊。江湖事，江湖了嘛。江湖的事我不懂是吗？还是你觉得我救不了你？我现在就把他脑袋割下来，信不信？不要冲动，不要激动啊！这些话别在这儿说，别当着外人的面讲。我守了娘15日，娘醒了第一时间就找你。今儿你再不回去，我没法跟他说了。娘醒了。啊，醒了。辛苦了。二位，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啊。丫头啊，你能不能把手稍微松一点？我这有点上不来气儿。闺女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回去吧，回去接着吵啊，咱们这片就算结过了。结过了，行吗？不行吧？你为什么要绑他？女英雄，不要欺人太甚啊！老大，贵老大，贵客来拜。什么贵不贵客啊？哪儿又来什么贵客呀？这就是你带来的贵客？哟，你们可真热闹，演大戏呢！让开！老大，让开！让开！这刀放下吧，这玩意儿可没长眼睛。你个死丫头片子！爷这仇今天是跟你结定了。火气这么大呀？谈不了了是吗？谈个屁！奇耻大辱！谈不拢就不谈了，杀了他，我跟副帮主谈。我给你个台阶下，这个人是两江总督府要的，光棍斗不过势力，你不放他走，我马上离开。打开看看，两江总督私印，压不住你吗？民不和官斗，我是瞎了眼了。吴先生得罪了，四爷得罪了。贵老大，打起来了。顾大奶奶这真是好刀法呀！看来以后看见拿刀的女人，我得躲远点。躲远点就有用吗？看你那灯。嚯，好准头！你刚才真的吓坏我了。想有多事儿？没有，不是说了吗？担心你的安危。我还担心你的安危呢。我媳妇儿英姿飒爽，雷霆刀法，盖世无双。以后行走江湖，谁不敢给你顾大奶奶3分薄面？你说的确实是事实，但少给我灌迷魂汤。刚才要不是苏小姐及时赶到，真不知道这戏怎么唱下去。再说一遍，就算那姓苏的不来，我也能救你出来。哎，我本来以为你刚才是故意吃醋，是想拖延时间，是这样吗？我就是故意吃醋呀！你以为我会真的吃他的醋呀？还是你以为人家会看上你啊？没有，我怕你看不上我。
舱里那位，你不去跟人说说话？那你陪我去啊。单独去见他，我怕我腿软。你少来，你自己去。跟人感谢一下。苏小姐，我方便进来吗？请吧。多谢苏小姐施以援手。我走的时候，岳灵飞让我带上两江总督部堂私人印押，你要谢，得谢他。若不是被逼至此，我也不想麻烦他们的。你在帮他们办事儿，护住两江盐场不被李家吞了，他们不怕麻烦你，你怕什么？我怕我回不了徽州啊。两淮盐场相争，我看李清是个必败的局。你此番功劳不小，再过几年，想必就是江南最大的财生爷了。一个小小徽州，回去干什么？种地卖茶吗？我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我去太年轻，把做生意这事儿想简单了。当时还有一颗求道之心，觉得做生意可以惠及天下，济人于贫困，救人于危难。但慢慢的，眼界开了，这颗心就没了。如何讲？反观我们自己，不是在争权，就是在内斗，不知世界大事，一味坐井观天。连我自己也是如此。小道可以谋生，大道可以谋国。要是真的能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，我不会在乎个人安危的。我知道这话有点狂妄了，惹您见笑。苏小姐，真是个妙人呐！你怎么知道我在到处找你？我想不知道也不行啊。现在上海滩到处都在说，有位中国巨商 Mr. 谷想出国做生意。是，货物我都备齐了，但是我需要一艘船。商船现在都是英国的，我没资格租，他们也不会租给我。我就突然想起来，苏小姐好像有一艘冰船。你可以知道我会租给你。我想苏小姐不会看着李清当卖国贼而坐视不理的吧？其实我很好奇啊，苏小姐一会儿跟这个交好，一会儿跟那个交好，像只变色龙一样，究竟是为何？好奇多久了？一直都好奇。我爹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吧？板门抄斩，九族一灭。皇亲贵胄，信天主教尤多。我的养父是西堂主教，当年靠着他的朋友们帮忙把我送到香港，后来派到天王身边，联络旧交，刺探军机。可惜天王不成事，毁了多年基业。天国虽亡，但我的世仇还在。大清气数已尽，那时候我就偷偷把有用的人才带出去。我不知道大清国要变成什么样，但不管变成什么样，都比现在这个样子强。聊聊船的事儿吧。我确实有一艘能调度的船，花钱就能用。一艘葡萄牙炮舰，装你那些货是够的。但问题是，这船你没资格租。你的那些货在名义上要找一个洋商来接手，他做大班，你做中国东家。
不过你那些东西运到印度卖给谁呢？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要把东西卖到印度呢？财神和一些英国的商人交好，他已经帮我联络完了。这一次，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，直接把我们的货物卖到英国。这倒是没猜到了。明天我把船长约出来，你带上出面拿货的英国商人，双方签合同吧。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合同，第一份中国的大生意人以个人名义越洋经商的合同，了不起啊！苏小姐，谢谢你。合同签完，我就要操心该怎么保住你这颗狗头了。不用怀疑，你已经死了。瑞玲把你交给我的时候，你就是个尸体。他怎么来了？他自己要求的。我还以为你会在洋行里跟着洋鬼子一起混。我跟谁混也比你强。人人都知道你已经死了。死了至少不用遗臭万年。行了，你们兄弟俩上来就斗嘴，李家少爷是专门来送你的。不然呢？不然他就跟着葡萄牙船走了。为什么走？去哪儿啊？出去转转。在这片天底下待得太久了，想看点新的东西，学点新的东西。将来要是有机会，再回来吧。你自己保重吧。我明白，你爹娘的坟我会去帮你扫的。我还会跟你爹说你去了哪。好，这样便好。还是要回去种茶吗？不知道，可能带上玉儿到处走走吧。或者换个名字，继续做生意，是不是？我只希望孩子一睁眼睛就能看见我。现在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。心灰意冷啦？也不是，不做官是还是要做的。只希望将来大家都可以不用提心吊胆地活着，不用出卖自己的尊严，在这片天空下，都可以骄傲自由地活着。真有闯王宝藏这回事吗？青山一发是中原，到他该出世的时候，自然会出来。